誰買二手車不是圖個經濟實惠？對，特別是 SUV， 空間大，開起來也踏實。但你可千萬別以為花個10幾萬買個看起来不錯的二手 SUV 就萬事大吉了。我跟你說，很多車買回去錢就跟流水一樣，全花在修車上了。今天就给大家伙说道，有15款二手 SUV， 咱們普通人真就別碰了。我可不是嚇唬你，這個排名是看它有多費錢。有些車你看着還行，但真是買得起修不起。第一名那款麻煩可大了，人家車主都組团去打官司了。最嚇人的是，好好的車在自家车道上都能自个儿燒着。你想想，這車要是開到6萬英里，差不多就是日常開個5、6年，就直接給你甩來一張1萬2的維修單，你樂意嗎？到底都是哪些車型？趕緊看看下面，別辛辛苦苦攢的錢都砸進這個無底洞裡。今天我們來聊聊汽車史上一個經典的作死案例——克萊斯勒和切諾基的9速變速箱。這事兒得從2014款切諾基說起。當時克萊斯勒信心滿滿地推出了這台換裝了 ZF 9速變速箱的全新車型，結果呢，上市時間硬生生推遲了好幾周。官方說法是為了最後時刻修復變速箱，這本身就是個巨大的預警信號，但顯然沒人當回事兒。車子一賣出去就炸了鍋，車主們的投訴潮水般湧來。換擋像坐過山車，哐地一下入檔毫不溫柔。2. 平地驚雷式頓挫，開着開着車自己猛一頓，嚇你一跳。3. 幽靈脫檔，行駛中突然失去動力，仿佛被抽魂。4. 發動機故障燈成了氛圍燈，老是忽閃忽閃的，讓你提心吊膽。5. 最絕的停車王，在堵車的時候毫無徵兆的徹底熄火，直接把你扔在路上，後面喇叭齊鳴，那叫一個尷尬又危險。克萊斯勒被迫在上市後2個月內連發2份技術公告，1年內搞了3次公告，2次軟件刷新，試圖用打補丁的方式挽救這輛漏水的船，但補丁終究補不住窟窿。2016年，他們終於認輸了，召回超過40萬輛切諾基，原因是這個變速箱可能導致車輛突然失去動力，這已經威脅到了行車安全。可悲的是，召回的方案更換線數、升級軟件、治標不治本，問題依舊存在。這台變速箱成了一個鮮明的標籤，廠家明知道有硬件缺陷，卻依然推向市場，並天真的指望軟件能解決一切。它成為了克萊斯勒工程師職業生涯的污點，也成為了所有二手車買家心中的一塊雷。這台切諾基已經和安全2字背道而馳了。哎呦喂，想買攬勝啊！我跟你說，這車就跟那種長得特帥但一身是病的小伙子似的，看着是心動，觸起來就是心累。咱先不說虛的，就看那個 RepairPal 的評測，豪華 SUV 裡19個車，它排第15，說人話就是倒數第一。你說說，這能叫靠譜？再說修車錢，平均1年就得往車廠送1200多美金，這錢夠我家1年油了，為啥這麼費錢？就他那個空氣懸掛跟長了牛皮癣似的，反反复复，修車鋪的師傅看見他就跟看見老熟人一樣，零件都備齊了。壞哪兒？哪兒都壞，一個角兒修個幾千刀很正常，4個角全修齊了，一輛普通家用車都沒了。還有那3.0的柴油發動機，聽着唬人，是跑着跑着曲軸可能就嘣一下爆了，整個發動機都得換，那花銷夠你買台不錯的國產 SUV 了。2015款的更是問題兒童，變速箱、方向、漏油就沒它不鬧騰的。最後來個最實在的保值率。你買的時候10來萬美刀，5年後直接跳水到3萬7，人家豐田開5年還值錢呢，他直接給你腰斬再腰斬。這說明了啥？說明大家心裡門清，這玩意兒就是個奢侈品玩具，不是過日子能開的車。老哥一句話，如果你是豪錢多燒得慌，就想體驗一把英倫範兒，那隨便。但凡你想圖個省心，少花錢，聽我一句勸，繞着路虎走，尤其是攬勝。日產 Pathfinder 的這款 CVT 變速箱可以說是近年來汽車圈的一個典型案例，它引發的集體訴訟數量之多，覆蓋車型年份之廣，都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。從技術層面看，這台 CVT 的核心問題在於其鋼帶打滑和液力變矩器失效的組合，這直接導致了幾個駕駛體驗上的硬傷：一、傳動響應遲滯與動力中斷，車輛在需要瞬間爆發力的工況下，比如高速並線或急加速，動力響應完全跟不上腳下的油門，發動機轉速虛高，但車輪扭矩卻無法有效傳遞，造成動力的斷層感，這在車流密集的高速上是非常危險的隱患。2、不可預測的頓挫與滑行 ，CVT 理論上應是無極平順的，但這台變速箱卻出現了類似傳統自動變速箱的闖動問題，甚至在行駛中會模擬出空檔的錯覺，車輛突然失去牽引力，出現短暫但令人不安的滑行狀態，嚴重影響駕駛信心和安全性。面對這些明顯的傳動缺陷，日產汽車公司的初期應對策略並非從技術層面尋求根本解決方案，而是通過延長保修期，通常是24個月、24000英里和提供有限度的維修報銷來安撫車主。
這種做法雖然降低了車主的及時維修成本，但並未觸及問題的核心 CVT 系統的設計缺陷，因此問題並沒有被根治，只是暫時延後了爆發。結論：日產 Pathfinder 的 CVT 變速箱是一個典型的高故障率、高維修成本、低企業擔當的產物。兄弟們，今天聊個硬核話題：2011到2015款的福特探險者。這車毛病可不少，但最要命的就出在它那2套心臟輔助系統上。第一顆定時炸彈 PTU 動力傳輸單元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分動箱，負責把動力分給前輪。這玩意兒在這代探險者上簡直是質量门主角。車主們在網上都炸了鍋，專門開了帖子互相訴苦，說這 PTU 就是個薛定谔的配件，你不知道它啥時候壞。但壞是早晚的事兒，一旦它崩了，最直接的就是你引以為傲的全輪驅動瞬間变2輪驅動，就跟斷了條腿一樣。更糟的是，它掛的時候會把旁邊的變速箱也一起帶走，連鎖反應，修起來哭都來不及。為啥壞這麼快？裡邊的潤滑油質量不行，開2-3萬公里就乳化了，失去潤滑作用。有人2萬5英里就趴窩，有人能撐到6萬英里，這純靠人品抽卡，你敢賭嗎？第2顆隱形殺手內置水泵，這更是個設計上的神坑。水泵壞掉，冷卻液不往外流，直接一股腦倒灌進發動機，結果就是發動機瞬間開鍋，高溫，搞不好就是缸蓋變形，缸体開裂，發動機直接大修報廢。因為這個破水泵，福特還吃上了集體訴訟，連銳界金牛座都跟着遭殃。福特的態度和你的錢包，福特呢，他不從根本上改設計，給你搞個延長保修就算完事兒。問題是這水泵在發動機肚子裡，換個它得大拆特拆，工時費加材料沒個1400到2400美元，約合1萬到1.7萬人民幣下不來。所以如果你現在淘二手 SUV， 千萬別碰這代探險者。聽我一句勸，有多遠躲多遠，隨便換一個別的車型都比它省心。嘿，各位老司機，今天咱不聊情懷，就聊聊這台德味十足的 X5。都說它是豪華 SUV， 但在我這兒它更像一個吞金獸，專治各種不服。先說说這通病，跑個6萬公里就開始給你上眼藥了。第一個就是气門式蓋墊漏油，這玩意兒就跟大姨媽似的，一到點準來，地上給你滴一條線，維修費沒個1.2萬到2萬塊下不來，找個靠譜的修理廠都得心疼半天。然後是水泵，這玩意兒要是壞了，那可就不是漏點冷卻液那麼簡單了，分分鐘給你來個發動機高溫，缸蓋都可能給你乾裂了。修一下1.2萬到1.5萬打底，還得算上工时和冷卻系統清洗，這成本都快買個小車了。最狠的是變速箱，那顿挫感開起來跟鬧心似的，你想忍不行，它會越來越嚴重，最後直接給你趴窩。換個變速箱5000到8000塊，你猜怎麼着？這錢都快夠你這車當廢鐵賣了。最讓人膈應的是這召回記錄，2011款的 X5 愣是有15次召回，15次啊，朋友們，寶馬都自己承認這車有問題了，而且還是安全相關的，這能是小事嗎？特別是柴油版的兄弟們，我勸你們一句，想都別想。有位大哥，寶馬忠實粉絲，開了25年寶馬，硬生生被這輛 X5 的排放系統給整崩潰了。在 4S 店修了7個月，能換的零件都給你換了7個月，錢花了7000多，問題沒解決，廠家屁都不管。大哥心寒了，直接把這車賣了，發誓再也不碰寶馬了。所以說啊，這 X5 開起來是爽，但這背後隱藏的驚喜和維修成本，絕對能讓你一夜回到解放前。一句話，圖它的人，你可得掂量掂量這德味的代價到底值不值。哎，我跟你說，路虎發現這車簡直就是個汽車故障百科全書，廠家工程師是不是跟車主有仇啊？你想啊，一家人高高興興上高速，一腳油門踩下去，他給你來個隨機掉線，動力說沒就沒，直接在路中間熄火。這車你是要它幹啥？關鍵時刻掉鏈子，這是要命啊！還有那個換擋桿，長得像飛機搖桿，特時髦式。不，它就是個定時炸彈，動不动就給你卡死，讓你在停車場动彈不得，眼看就要遲到了，急得你直跺腳，心煩意亂。更別提那套空氣悬架了，修一次的費用夠你保養好幾輛普通車了。每次去修車廠拿賬單，都感覺像在重新審視人生。我當初為啥要買它？最要命的是這車特怕水，電瓶裡進水，電腦進水，發動機裡那小水泵還漏水，直接把冷卻液漏到發動機裡，高溫一燒，發動機直接報廢，只能整個換掉，聽着都嚇人。這哪是車，這是個水雷。網上車友論壇裡都罵翻了，說這車長得真帥，但用起來就是一口悶氣。別被那漂亮的外表騙了，過了蜜月期，剩下的全是眼淚。Repair Pal 都給他打分了，滿5分，他得了25分，全品牌倒數第2。兄弟們，聽我一句勸，為了家人的安全和你的錢包，這車真別碰。
嘿，哥們兒，最近想淘台二手豪华 SUV 不？我跟你说個事兒，關於那款特別火的奧迪 Q7，特別是15款的，那玩意兒買的時候看着是真帥，開起來也威風，但你得知道，它這車掉價掉的那叫一個快。就像你從橋上往下扔個石頭，嗖一下就看不見影了。要是你買回去算總開銷，保管能讓你大吃一驚。但要說這15款 Q7，那可真是個傳奇，專門收拾那些覺得撿了便宜的人。我身邊就有朋友踩過坑，現在說起還直搖頭。你想想，發動機到處漏油，那油滴滴答答的，看着就鬧心。更嚇人的是那個正時鏈條，要是哪天運氣不好，它突然啪一下斷了，那整台發動機基本就報廢了，場面想想都刺激。還有那個空氣懸掛，說是為了舒服，但壞起來也讓你沒脾氣。我認識一個修歐洲車的師傅，他店裡的庫房專門給 Q7 囤了一屋子空氣懸掛的零件，為啥？因為換的太多了。修一次少說幾千塊，多的好幾萬，而且我敢打賭，4個輪子遲早都得給你修一遍。車上的那個大屏幕也特逗，動不動就給你凍住。你想開個導航，半天沒反應，或者各種傳感器瞎報警，儀表盤上紅燈一閃一閃，報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真事兒。不過啊，要說最殺人的還是奧迪的保養。他們把日常保養的價格都給你標成了歐洲豪華級別，你想換個機油200刀走你，想換個剎車幾千塊輕鬆搞定。至於空氣懸掛就別想了，那都是大幾百上千刀的節奏。有數據說 Q7 的維修成本比一般的豪華 SUV 貴一大截，這還不算，你剛買回來美滋滋的頭2年，說不準就得準備一筆大修的錢，給你個驚喜。所以說啊，看 Q7 是豪車，但它也是個吞金獸，買之前真得掂量掂量，這豪華的代價你到底付不付得起。福特急吼吼的把 Bronco Sport 推出來，就指着它能像超級英雄一樣，靠着全尺寸 Bronco 的名號拯救銷量。結果呢，這車穿上英雄的戰甲，內裡卻是個林黛玉發動機，那脾氣比天氣預報還準，說熱就熱，分分鐘給你表演一次發動機自毀式表演。更氣人的是，他還喜歡玩啞謎，故障燈一亮，跑店裡一查，師傅只會告訴你台兒車有病，但具體是啥病得猜。剎車別提了，這玩意兒可能是個叛逆期的少年，你讓他停，他可能偏要滑行一段，還專門挑在路口這種關鍵時刻給你點驚喜。福特都發召回令了，等於官方蓋章，這剎車你信一半就行。車身下雨天你開着它，不用開窗就能享受淋浴服務，那縫隙漏風漏水跟個篩子似的。福特設計師可能是把紗門當成車身結構參考了，什麼百年工藝不存在的，早就被這篩子給篩沒了。消費者報告給了他2分，網友哎呀，比去年進步了1分呢。我只想說，去年那1分怕不是在汽車界的吉尼斯世界紀錄上留了個名兒。每年養車要花775塊，聽着還行，可萬一你的發動機像個渣男，剛過了保修期就提褲子不認賬壞了，這錢花的比吃黃連還苦。總結一下，福特造車仿佛是在玩大型真人 RPG 遊戲，早期用戶就是付費內測玩家，你花着頂配的錢買了個體驗版，任務是幫福特找 bug 填坑。等遊戲差不多公測了，第3年你這台開荒神器也該準備進歷史博物館了。兄弟，想當福特爹粉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錢包和膽量。兄弟們，想當年買指南者是不是都衝着 Jeep 這個牌子去的，覺得大氣越野情懷拉滿？但你可千萬別碰2019款那一代，那簡直是 Jeep 品牌裡的一顆毒瘤。咱們就说幾個最要命的：一、變速箱，那台 9AT 跟切諾基一個祖宗，各種祖傳的毛病。加速的時候，車不是竄出去，而是一頓一頓的，跟手動擋新手似的幹着急。更嚇人的是，有時候直接給你锯掛檔，方向盤鎖死，叫天天不應的那種。懸掛和轉向過個坎兒，底盤咯吱咯吱響，跟車散架了一樣。去 4S 店修，人家修了等於沒修，過2天老毛病又來了。3、權威評價，你看美國消費者報告這種號稱買車的聖經的地方，給他評了個慘不忍睹，直接打入冷宮，連個推薦的邊兒都摸不着。你品，你細品。後來想想 Jeep 自己都看不下去了，後面幾年的款直接大改特改，這不就等於親口承認當年那款我們砸了招牌？所以啊，買二手車千萬別當大冤種。2019款指南者避雷針加1。兄弟們，咱聊個扎心的話題，你的现代聖達菲是不是感覺機油吨吨地喝？那可不是你開車猛，是發動機自己作死呢。一開始你可能覺得小問題去檢查檢查，但大漏特漏，這根本不是大修能解決的。這發動機是徹底涼了，必須整個換掉。修好了不可能，那叫換件，不是維修。你想想，就算你像親兒子一樣按時保養，這發動機說崩就崩，跟玩似的，最終結果就是爆死。車直接給你撂半路，拖車比打車還貴。最氣人的是啥？網上好多人組團上告呢。換台發動機去 4S 店沒個12000-8000下不來，外面修也得小1萬。
這還沒算你來回折騰的時間成本和那不停貶值的破車。我身邊一哥們儿車才跑了9萬英里，保養的跟新車似的，結果發動机废了，一問價比車還貴，他當场就给拖报废厂了，眼瞅着1萬多塊錢打了水漂。所以說啊，這哪是發動機故障，這就是廠商為了壓價跟你搶市场，在發動機這心臟上動了手腳，偷工減料，最後買單的還不是咱們老百姓，這車真得慎重。哎呦喂，聊起现代 Kona 这款车啊，那可真是一把好牌打得稀爛的典型。剛上市那會兒，這車顏值在線，配置也給得足，價格還比日系對手香，看着妥妥的潛力股嘛。結果呢，消費者報告，這照妖鏡一照，好家伙，可靠性評分常年2星，就是個學渣水平。好不容易2021年混了個3星及格分，2022年又原形畢露了，這分數跟坐過山車似的，你說離不離譜？說白了，這車就是有病根兒。你看，車主們都在論壇裡罵啥？變速箱跟得了帕金森似的，換擋一頓一頓的，還愛失憶不结合。发动機更嚇人，機油燒得比喝得還快。最關鍵的是，開着開着直接給你斷氣，在路上趴窩。你想想，在高速上要並線的時候，他給你來這麼一下，那可不是嚇人，是要命啊！廠家也不是沒動作，發了技術公告，試圖打補丁。結果呢，車主們跑斷腿修了 N 次，問題反反复复，治標不治本。後來連純電版都因為剎車問題被召回，直接讓車主們懷疑人生：我這車到底是代步工具還是定時炸彈？最後再說說那個10年10萬公里的超長質保，聽着是挺誘人，但你仔細品品，這不就等於告訴你，哥們兒，我這車壞是肯定會壞的，但你修不花錢啊。你買個新車，天天跑修車廠，圖啥呢？所以啊，兄弟們，真想買個小跨界車，老老實實看看日系，人家可能沒那麼花哨，但至少讓你省心，不會把你扔半路。聊2021款雪佛蘭 Tahoe， 行，咱們從技術層面好好說道說道。這車是第5代最大的一個技術升級，就是從非獨立後懸架換成了多連桿獨立後懸架。按理說，這絕對是件好事，對提升乘坐舒適性和操控極限有本質幫助。但通用這次的新品策略有點過於激進，像極了當年福特第1代探險者的翻版，有點用消費者當小白鼠的意思。核心問題出在 L83 V8 发動機上，別看排量看着大，可靠性一言難盡。消費者報告的數據很扎心，車主反饋普遍出現了缺火、抖動、發動機故障燈頻發的問題。說白了就是心臟不健康，運轉不平穩。最要命的是，這個問題往往在1萬英里約1.6萬公里內就集中爆發，甚至很多經銷商都找不到根除的方案，只能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。傳動系統也跟着遭殃，匹配不完善導致的 NVH 噪聲、震動與聲震粗糙度問題非常突出，那種無法抑制的抖動嚴重影響駕駛質感。至於車身電子和附件，那更是重災區。信息娛樂系統 Infotainment System 頻繁死機，藍牙模塊失靈，邏輯混亂到需要強制斷電重啟。車身剛性也存疑，風噪大，還有滲水風險。諷刺的是，這些問題在2022款車型上，通過 ECU 行車電腦程序升級、軟件優化和一些小改動就基本解決了。所以回到二手車市場，你在2021款和2022款之間做選擇，本質上是在賭博，賭的不是車況，而是賭這輛車有沒有在新車階段就被這些初代 bug 給坑了。那區區幾千美元的價差，相比於可能面臨的巨額維修費和糟糕的用車體驗，完全不成正比。多花2000買一個成熟的平台，這筆賬怎麼算都划算。2017款豐田 CHR， 一台被潮流坑慘的 SUV。兄弟們，跟你們唠唠這2017款的豐田 CHR。當年這車剛出，那造型確實挺唬人，看着跟個小怪獸似的。結果呢，口碑直接崩了，搞了個差評榜第14名，這本身就是個大寫的坑啊！你先說說這 SUV 該有的樣子，空間得有，動力得湊合。結果 CHR 呢，它把 SUV 的缺點集齊了，一個優點沒帶，開起來什麼感覺？2個字，肉，純纯的肉。2.0L 的發動機聽着排量不小，結果一腳油門踩下去，感覺像是在開船，慢悠悠的。尤其是上高速，旁邊車流一過來，想並過去都提心吊膽，動力半天憋不出來，真的慌。這 CVT 變速箱更絕，你想快它不急，你想超車它沒力。車側0至100公里加速，跟那些買菜小車比都快不了多少。你說是 SUV 呢？更扎心的是啥？這價格還死貴，你花的可是豐田的錢，買回來的東西呢？空間小的可憐，我1.8米的個子坐後排，膝蓋都快頂到前座椅背了，稍微跑個長途就得喊救命。後備箱更別提了，買個行李箱再塞2包就滿了，家用根本不現實。所以你看，豐田後來為啥在美國直接停產了？銷售數據擺在那兒，用腳投票啊！說白了，這就是個為了趕潮流糊弄事兒的車。豐田的精髓是啥？是可靠，是省心，是那種開不壞的豐田。結果搞這麼個花架子，把老本都敗光了，真是可惜了這塊金字招牌。
2013至15款雪佛蘭 Equinox 这車就是个吞金獸啊！想買二手 SUV 的朋友注意了，13至15年的 Equinox 看着便宜，實際就是個油老虎加病秧子組合。聽我跟你細數它的騷操作：一、發動機喝機油比喝汽油還猛，跑1000英里等於1600公里就得灌一夸脫，等於1升機油，保養的再勤快都沒用。這哪是發動機啊，根本是機油消化器。二、正時鏈條說罷工就罷工，開着開着突然咔啦咔啦響，完蛋，這是正時鏈條要斷的前兆，修直接換發動機，沒個萬把塊下不來。三、變速箱堪比老年痴呆，換擋頓挫像坐過山車，加速時光吼不走，修一次變速箱購買量50紅光了，4S 店開口就要5萬加。更絕的是，一、故障燈比霓虹燈還熱鬧，4S 店查半天都找不出毛病。二、修車錢比車價還貴，開2年維修費夠再買一輛。三、連最寬容的消費者報告都直接拉黑他。看到美女一手車里程超低的 Equinox 快跑，80%是前車主被修到崩潰才甩賣的。在越野愛好者的世界裡 ，Jeep Wrangler 和 Gladiator 無疑是圖騰般的存在。當這些硬派越野車披上了手動擋的戰甲，一個致命的缺陷也隨之浮出水面，將這份信仰推向了深淵。這個故事的序幕由一個不起眼的部件拉開，離合器壓盤，在日復一日的駕駛中，它因持續摩擦而過熱，像一個被點燃的火種。接着，災難在瞬間發生，壓盤因承受不住高溫與高壓而劇烈破裂。這不僅是機械的失效，更是一場連鎖反應的開始。破碎的變速箱殼體如同一道被撕開的傷口，而那些滾燙的金屬碎片則如流星般墜落，精準地落入了 3.6 升 V6 發動機的熾熱核心。在這裡，他們遇到了點燃一切的點火源。這意味着，對於駕駛者而言，手中的方向盤連接的不僅是一台車，更是一個潛在的移動火爐。一位車主回憶，他先是聽到金屬摩擦的刺耳悲鳴，隨後眼睜睜看着火苗在高速公路上吞噬他的座駕。另一位車主則描述，在80英里的時速下，離合器爆炸的威力堪比手榴彈，碎片從車底四散飛濺。儘管廠商曾推出軟件修復方案，但未能阻止悲劇的重演，甚至在經歷2次召回後，車主們仍在報告着同樣的故障。一份長達96頁的集體訴訟已將這一切訴諸法律，揭示出這是一個被掩蓋的系統性隱患。這件事深刻地揭示了二手車市場的殘酷法則，它獎勵那些願意撥開迷霧深入研究的人，也會毫不留情地懲罰那些憑直覺衝動消費的買家。Wrangler 和 Gladiator 的案例觸目驚心，但他們並非孤立。在我們的頻道裡，我們持續關注那些曾承載着無限期待，最終卻走向失望的汽車。無論是技術瓶頸的桎梏，還是設計理念的偏差，這些失敗的故事或許比成功案例更具警示意義。